19国联军杀向亚洲了。最近美国为了这个19国联合军演，这次可是下了血本，怒砸53亿美金，折合人民币300多亿，300多架飞机，3.5万名演员，从印度洋到珊瑚海战线拉得比老太太的毛线还长。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施耐德上将更是亲自站台打 call。 没错，我们就是在预演为了一场可能的大规模冲突。这话说的就差把 China 2个字直接打在公屏上了。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骨感的让人心疼。这场耗资巨大的豪华派对演着演着味道就全变了。说好的是一场肌肉秀，结果硬生生变成了一场大型吐槽会和比烂大会。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要说这场军演最精彩、最富有戏剧性的桥段，那必须是忠诚度大测试环节。剧本是这样的：作为老大的美国大手一挥，要求所有参演的小弟们开着自家的船，雄赳气昂地闯入东大正在南海同步军演的12海里警戒区，以此来彰显航行自由和我们是一伙的团结精神。这简直就是一道送命题，考验大家投名状的时候到了。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五角大楼的策划人员差点当场气出心梗。指令一下，只见浩浩荡荡的联合舰队里，除了日本和澳大利亚一马当先冲了上去，其余的17国舰队仿佛听到了来自东方的神秘警示，不约而同齐刷刷的调转船头，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心思很简单，侬脑子瓦特啦，看在你出钱的份上，给你面子，来意思意思就得了，让我为你的霸权针去送命，我是疯了吗？这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空气中弥漫着沉默和塑料兄弟情的味道。这场忠诚度测试最后变成了一场大型跳船求生，把所谓的牢不可破的联盟底裤都给扒下来了。美国用真金白银搭好的台子，硬是被这群猪队友唱成了一出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滑稽戏。咱们再来看看这次参演的豪华阵容，那叫一个卧龙凤雏，齐聚一堂，气氛担当。德国作为欧洲大佬，德国这次非常给面子的派出了200名后勤人员，没看错，不是战斗部队，是后勤。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搬箱子。在关岛的烈日下，一群德国大兵汗流浃背从事着体力劳动，内心可能在咆哮：我们真的是来打仗的吗？这跟在柏林火车站当搬运工有啥区别？最搞笑的是故障专业户，英国日不落帝国这一次派出了自家航母威尔士亲王号，想来重温一下祖上的荣光。结果呢，这艘被寄予厚望的航母从出厂开始就毛病不断，跟个林黛玉似的，3天一小修，5天一大修。这次远征半路上又趴窝了，最后不得不滞留在印度维修。更搞笑的是，连给他护航的舰艇都凑不齐，还得找北约的兄弟们东拼西凑，就像是丐帮开大会。新基波、澳大利亚这次倒是挺积极，派了1.2万人，算是给了美国天大的面子，但是在行动上却滑头的很。他们的舰队活动范围巧妙地避开了所有最敏感的南海核心区域，主打一个我来了我看了，但我就是不往里凑的边缘 OB 战术。左右为难的是菲律宾和日本。菲律宾提供了苏比克湾基地，结果国内抗议声浪一波高过一波，老百姓举着牌子上街怒吼别把我们当炮灰。而日本呢，虽然嘴上喊着紧跟美国大哥，但私下里军官也在吐苦水，大哥别再逼我们家军费了，我们连导弹库存都快见底了，真挤不出来了。美国防长还在开幕式上豪言壮语，19面旗帜飘扬在这里，这本身就是力量。可这力量怎么看怎么像一群临时拉来的群演，各怀鬼胎，出工不出力。这53亿美金，怕不是一大半都花在请客吃饭和发出场费上了吧？说完了这群不靠谱的盟友，咱们再来聊聊这次派对的东道主美军自己。正所谓打肿脸充胖子，说的就是现在的美军。航母曾是美国制霸全球的图腾，但如今这支曾经的王牌舰队正集体陷入中年危机。法律规定要有11艘航母，但能拉出来跑的没几艘。服役50年的尼米兹号马上就要领退休金了，接班的肯尼迪号因为那个高大上的电磁弹射器技术不过关，跟个难产的孕妇似的，交付日期一拖再拖，已经排到2027年了。现役航母平均年龄高达32.7岁，堪称海军养老院。5艘尼米兹级天天喊腰酸背痛，金属疲劳问题严重。过度加班的后果就是事故频发，杜鲁门1个月里摔了2架飞机。调查报告直指机组人员被连续压榨了18个月，铁打的人也受不了啊。斯坦尼斯号更惨，因为线路老化，直接在船厂里瘫了27个月，想修都找不到停产的零件，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正规航母不够用怎么办？美军想出了天才的主意，把4万吨级的2栖攻击舰改装一下，装上 F-35B， 美机名曰闪电航母。但这玩意儿载机量只有正规航母的1/3，连个弹射器都没有。
起飞全靠垂直升降，被军迷无情嘲讽为一次性打火机和海上火把子。最要命的是，新一代的福特级航母看着高科技，实际战斗力却大跳水。舰载机一天最多出动98架次，比老掉牙的尼米兹级还少了近40%。这哪是升级，这是消费降级。就这状态还想两线作战？当中东需要双航母镇场子的时候，广阔的西太平洋愣是连续23天找不到一艘可用的美国航母。这捉襟见肘的窘境，连遮羞布都快扯没了。为了应对新挑战，美军发明了一个叫敏捷作战的战术，简单说就是把 F-2F-35这种金疙瘩拆分成小队，像撒豆子一样部署，再从日本到关岛的各个小破岛上玩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这个想法听起来是不是很酷？然而现实给了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太平洋上的荒岛那可是高温高湿高盐的3高环境，对精密战机来说就是地狱。价值上亿的隐形战机隐身涂层被海风一吹就起泡精密仪器，说坏就坏。地勤人员在简陋的临时机场里看着出故障的飞机欲哭无泪，仪器坏了，对不起没备件，请等下一班船。轮胎破了，对不起请再等几天，新轮胎正在海上飘着呢。这哪里是打不完的风潮，这不就是一捅就破的马蜂窝吗？更别提那个耗资17亿美金在关岛部署的铁穹防空系统了。面对射程高达5000公里能玩水漂弹道的东风27高超音速导弹，这套铁穹更像一个花大价钱买来的心理安慰剂，顶多能拦一拦飞过来的海鸟。当美军还在为他们73艘驱逐舰上射程300公里的鱼叉导弹沾沾自喜时，东大的网友已经开始讨论8艘55万吨大驱上射程1500公里的鹰击高超音速导弹应该怎么用了。这就好比你还在玩弹弓，人家已经升级到狙击枪了，这还怎么玩？一边是缝缝补补又3年的裱糊匠，一边是星辰大海新征程的工程师，一个帝国的黄昏和一个大国的黎明，在这2个镜头下对比得如此鲜明。这场价值53亿美金的太平洋派对最终没有改变任何力量的对比，反而照出了霸权的焦虑联盟的脆弱和技术被追赶的无奈。就在19国军演如火如荼进行时，不知从何处飘来了一声直击灵魂的声音：喂喂，秋雅在吗？在印度有一个自称为龙的传人，并且逢年过节还包饺子吃粽子的民族，那就是命运多舛一直不愿成为阿三的库基族。这是偶然间看到的消息，仔细研究后发现还真是有这么一回事儿。虽然不像网上说的那么夸张，但确实是和咱们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首先得搞清楚这库基族到底是怎样的。简单来说，他们是住在印度东北部和缅甸边境山区的山地部落族群。看他们长相，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跟咱们东亚人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跟印度人完全不是一个画风。他们人口还不少，不同来源统计差异较大，有说3万的，有说250万的，还有说500万的，甚至还有说3000万的，估计是把整个地区长相类似的都算进去了。说起库基族和印度的关系，那就很复杂了，属于那种谁也看不上谁的剧情。这事儿还得从搅屎棍英国殖民时期说起。那时候英国人大手一挥，就把库基族的地盘划进了印度版图。库基族心里能乐意吗？自己的地盘说划走就划走，而且还把他们的传统货币给废了，汉语教育也给劲儿了，还强制传教，强行推广英语、印地语，甚至还想改变他们的信仰，简直就是强盗逻辑嘛。等印度独立了，库基族以为能熬出头了，结果呢，印度政府继续搞同化政策，强制推行印地语教育。库基族一听，这不就是换汤不换药吗？还推行什么印度教民族主义？库基族一听就炸毛了，我们信佛教，信自然崇拜，还过春节、端午节，甚至连婚姻都是一夫一妻制，跟你们印度教那套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不明摆着是想把我们变成印度阿三吗？门儿都没有。所以库基族人基本不允许和印度人通婚，库基族不乐意被同化，那当然要反抗啦。结果呢，印度政府直接给他们所在的曼尼普尔邦扣上一个骚乱地区的帽子，动不动就派兵镇压。库基族对印度文化那叫一个不屑，他们压根儿就不认同印度教那一套，也对种姓制度嗤之以鼻。在他们眼里，印度文化就是外面强加给他们的殖民遗产，根本就不是自己的。所以你让他们学印地语，对不起，没兴趣。他们更喜欢学汉文化、藏文化。库基族不仅说自己的民族语言，他们是藏缅语族，竟然还把汉语作为第2语言。他们日常交流中，藏缅语和汉语混着用，甚至还特意学习中文书籍，甚至有库基族直接把印度政府发的印度书籍给烧了。库基族的生活习俗简直就是中华文化复制粘贴，他们过春节、端午节、中秋节跟咱们一样吃饺子、包粽子，甚至连衣服上都有龙纹图案。你说这文化基因有多强大？而且他们还非常排斥跟印度人通婚，就是为了保持血统纯正和文化独立性。这简直就是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古训贯彻到底了。库基族在印度那日子过得可不咋地，印度政府一直想同化他们，
还忽视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土地权益，导致他们长期处于贫困和被边缘化的状态。想想，长期被印度政府压迫，还被污蔑成顽固不化的民族，库基族心里能没有怨气吗？这种历史创伤只会让他们更加敌视印度统治，更加坚定地守护自己的文化。库基族也曾经尝试过武装起义，想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库基兰，但可惜实力悬殊太大，被印度政府死死地压制了。印度还切断了经济援助，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库基族的故事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文化反抗史，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拒绝被同化，捍卫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故事，也反映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那些边缘民族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诉求上的挣扎。想想看，当一个民族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感如此之低，甚至一心想认祖归宗到另一个国家，这背后究竟是多么心酸的历程。